哇，好蓝哦！而且它感觉上面是结冰哎。欢迎来到屁屁卡卡车速人生系列。这次我们终于徒步走上冰川了，而且这个地方真的是人间仙境，你去了会很后悔，因为真的是超级累。但是你不去的话，会整个大遗憾。也是因为这样子，我们才决定在离开纽西兰前一定要冲一波。这个地方叫做 Brewster Glacier， 纽西兰唯一可以靠登山徒步走到冰川的一条步道。起登点走到山屋，总长是5.3公里，爬升983公尺，听起来还好，对不对？但从山屋走到冰川这一段路啊，是最危险的，而且也没有被纽西兰政府列入登山步道，所以它有一个警示。啊，这一段呢，它只要再走1公里，爬升800公尺，但是它是走在一个悬崖峭壁旁边，真的是一个超级危险的路。光我们短短在纽西兰不到1年的时间，身边就有2组人直接叫了直升机下山。对，所以去之前大家还是要评估一下自身的能力，而且一定要准备充足再上去哦。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想说，不去也没关系了，命比较重要，就准备要回台湾了。对，然后嘞？我只是想说，没有啊，那时候我们不是一直在。大家早安。早安。现在是早上7点半啊！看，手机掉了。干嘛？为什么手机会掉？其实我们本来预计是要6点半出门的。想不到晚了1小时，天亮了，有人毛毛不见。这是我们每天早上的日常。冰箱呢？这冰箱。而且我们今天早上看到超级爆色，肉眼就可以看到的红色极光，超级扯。今天这一条布斯哈它一开始就要先渡一条河，现在的温度应该是0度。直接就来一个大南关0度，刚地面还结冰。我脚他妈快要截肢了。给大家看一下。出发了！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个水会冷成这样哎，它看起来就是水在那边流动啊，也没有冰啊。对，就是它应该是上面融雪下来的。结果那个水我觉得完全就是在冰点附近啊！哎，这冷到脚会痛哎！看，这不开玩笑哎！啊！我靠，好痛哦！好像是哦，回程还要再一次。哎，你拿抹布，拿抹布。我脚应该，我就已经麻掉了。没有冻伤吧？冰就算了，冰从一开始冰，然后再过几秒钟之后变成没知觉。对。然后没知觉，再过一下之后变成是超级痛。超级痛！我一上来感觉像什么脚爬满1万只蚂蚁。脚冰到超级痛，好痛哦！我还好，我的鞋子里面有暖暖包，你帮我拿着。看我的脚超痛，我已经麻掉了哎！我也是，我已经麻掉了，感觉那脚趾头一掰就断掉。不拍了。还好那个国小老师有教我们健康操。1、2、3、3、2、1，我是跳 Lucy 的哎！天空，Lucy 是什么？在我们中。结果想说渡完河好了，要开始爬了，结果第一个起登口那个落差。这就是我们的入口起点，太扯了！一开始就来一个这么大的落差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不是，你小心一点，你小心一点，你小心一点，可以啊。这个落差跟你一样高哎。对啊，所以我刚跨很大，哇，来吧，不跨。扯。时间有限，因为我们今天有个任务。大家记得看这个橘色的箭头。对，我们今天时间有限，有个任务，就是我们要早点到抢山屋。因为山屋是先到先得，5月开始之后就算是淡季了，这个山屋是没办法预定的。所以一开始我们其实爬得非常忐忑不安，很紧张，因为它这个路程单攻是超级硬，回来一定天黑的，所以我们不可能单攻。一开始的路完全都是走在树根上面，一进来的路就非常的陡峭，而且完全都是踩这种插树根。对，而且它坡度非常的陡，所有的路都是树根交错，不知道为什么你那个泥土露出来的部分超级少，而且它的幅度其实蛮高的，它落差很高，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直陡上，一直陡上。我发现在纽西兰爬山啊，不像是台湾这样绕，他们就是山在那边，我就是一条直线往上爬上去，它的步道就是这样。根本要攀岩啊！天哪！在陡上还蛮累，超累，累爆！这个是树根板，小心翼翼，比小心翼翼再陡一点。然后补血跟补膜了。
而且还好我们有买红水跟蓝水，红水可以干嘛？补血嘛，蓝水可以干嘛？补膜嘛。哦，体力恢复，体力恢复。bring bring bring bring。不不不。布噜布噜布噜，有恢复协调吗？补血补血，有，要再喝一口。我觉得没有红水蓝水，我们应该走不到山屋。就很莫名其妙，好像在台湾没有看过这种运动饮料哎。对，可是蛮好喝。而且它不是瓶子红色，然后瓶子红色跟蓝色，它是整个液体是大红色跟大蓝色哦。对，喝下去你就可以明显感觉到你的血条这样 br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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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ing， 满血回归，半血吧，半血而已啊。快用一下魔法，你魔力不是回满了？要跑着。哦 Kiki 还带着一根香蕉，要数过。哇，突有庞然大树。客官，请问你要买红药水、蓝药水还是香蕉？那我要买香蕉。你不止5块钱，不是5块钱，那你不能自己带回家啊。我要收店了，再见。老板，拜拜。见死不救啊！发现老板的脚，攻击攻击！走了2个小时，我们终于走出树根路了。好呀，这根本是攀岩吧？第2段没有了树根，但是它有超级多大石头。大石头也是快跟我一样高，这个大石头对，也是这么高的。攀吧，这攀岩吧，这么高哎！就是攀吗？哦，我已经感觉到我的乳酸开始堆积了哎。可以吗？比画那个还要舒服了。因为可以手脚并用。对啊，画那个真的是。画那个是完全在炸大腿，耐力耶。肌力，炸大腿，炸膝盖。这个用爬。真的哎，你这轻松哎。我喜欢跑，我喜欢跨。其实我觉得沿途不算难走，它就是落差很大啦，就是脚真的会很酸。如果你平常有在运动，可能就对你来说还好。就是很大很大的阶梯。对，走啊！第2段路，你走出树林之后，整个风景，你往后回头，哇，大变！就是画风突然就黄金草原，然后对面的山头还有雪，但是那边开始出现雪了，发现了奇怪生物。靠北。这是什么脚印啊？阿姆斯特朗旋风安瑟阿姆斯特朗炮。哇！但是我的大腿有点快抽筋了。休息休息，不要勉强。反正刚刚又听到另一个好消息，就是真的还有山屋，而且我们算找到的。我们用极光消息换到了第2个好消息。对，他说昨天他11点到，是第一个。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差不多11点多会到吧。差不多。这边算棱线吗？我们看来看前面，我们现在就是要沿着这个棱线一直走上去，就会到号子，就会到山屋。我觉得3棱线那一段是最漂亮的，到山屋前整段我最喜欢的。那一段真的是很漂亮，然后你就是走在3棱线上，所以你的景是360度，没有遮蔽物，完全都是空旷的。你看这边背光面全部都是白色的雪，然后你还可以好像听到微微的融雪的溪水流下来的声音，然后前面就是金黄色群山，然后这边已经可以看到下面的溪谷跟公路了。对啊，然后左边太阳照到的地方长这样，哇，好美！抢船。对啊，这太阳照到，整个温暖了起来。这段轻松很多吧？小孩可以吗？真的很不可思议。我们刚就是从这个3棱线的最右边一路这样走过来，然后今天一早我们还在那个山谷下，我们就这样从山谷下跑最后是山顶，然后沿着3棱线走上来，我们就即将到达
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了。不知不觉，就突然山屋就出现在眼前了。对，那个喜悦真的是会觉得说哇，我终于走到了，看到山屋了，看到山小屋了，耶！哇，我们赶快好可爱的小屋啊！去找床。咦，3个小时10分钟。那个山屋长得超级可爱，它就是一个小小红色的屋子。 3、2、1，不可以，这是不是要转啊？是吗？完了，到了山屋却进不去不知，道怎么走还是门是在后面啊？哎哎，那个是锁吗？哦，哇，原来有机关啊！哦，哇，一进来就一条内裤迎接。走，我们先进去看看。先占个位置。是两边都可以走吗？先不知道关门。。先关门。哦，然后里面要锁起来啦。可能怕风太大吧。有人在里面，嗨！哇，里面有人呢。哦，这边就是所有的床位。哇，其实很小。这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个是睡4人，对不对？。对，4个上下铺。然后这边是然后这边是2个人，然后过去那一间就是厨房，看一下厨房。现在厨房有很多就是可能前一天来住的人还没有离开，所以东西放很多。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是很干净的，而且其实没什么臭味。如果大家爬山应该会很臭，其实没有什么臭味。对呀、然后这边是没有啊，而且还蛮香的。木头味。嗯，然后这边是没有炉具，没有锅子，你要自己带。对但是它会给你座位跟一些平台让你用。外面还有一桶水，我们的水资源就在Hut山屋旁边。对啊，它感觉是接雨水，然后在这边接了2个桶子， 2大桶所以它其实这边有水，提供雨水给你用的，然后你要煮熟之后才能可以用。对，太好了。但听说夏天呢、因为人很多，所以大家还是要自己带自己的水资源来。对。对，现在带大家来参观一下厕所。很可爱。它在远方的一个小房子，它从山屋出来，然后它就自己一栋在那里。山屋就在后面。不晓得有没有不晓得有没有卫生纸自己带。它怎么好像盖在悬崖上啊？对啊，好恐怖哦！对啊，感觉很恐怖哎。它整个盖在峭壁旁边，是多臭？哦，还行啊，对啊，还有小便斗哎。还有男生的，不要一起啊一！个男生的，一个女生的，一起会不会掉下去？哦，那不要。好，一起。其实山屋到晚上啊，除了12个床位，连厨房全部睡满。那个地板是没有空间走路，就是地板全部都睡满人哦。然后我怀疑有些小小的年轻人，他们是直接睡袋睡睡在户外在外面，他们因为早上起床看他们睡袋都结冰了。对，他们是直接用睡袋，然后就躺在山屋的外面哦，对完全没有任何遮蔽，连帐篷都没搭哦。吃饭，好饿哦，补充能量，等一下才是真正的挑战。对，最难的路，等一下才会开始。很扯哎、这里4居2隔哎、刚刚还有3格。加崩，干杯。接下来，真正的挑战要开始了。一经过那个 warning 的牌子就对，直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。 Warning: Brewster Trek end here。他说 Brewster 步道到这里就停止了，但是如果你要去 Brewster Glacier， 你就必须从这里跨过去。晚上从布鲁斯特山小屋走到布鲁斯特冰川这段路，是我们这次真正的挑战大魔王走去那边要至少2个小时，而且沿途都是很不好走的路，而且你只能看叠石，后面是不归 DOC 他们管。现在时间是12点21，出发。既然结冰了哎，希望上面没有结冰啊！如果结冰，我们就没办法继续走了。
敲不破哎！你看这冰完全水在流哎，包覆着石头。不要走这个冰啊，这个冰超滑。发现了第二个叠石。对啊，你从这边看，这也太陡了吧？对啊，我们刚刚现在这样走上来啊。对啊，山屋变得好小，才10分钟哎。它的颜色超级显眼。哎，我们才走10分钟哎，就走这么高了哎，亚西朗啊！可能因为纬度更高吧，所以这边山呢，感觉要2000多公尺，就都是雪了。哇，看来我们等一下好像是要。我看到第3个叠石，可能要翻过这个山了。刚一开始说它1公里800公尺，上升800公尺，听起来还好，对不对？这800公尺的上升，基本上都在前30%左右。其实沿路上叠石很明显，你看从那一颗开始到这边，然后往上看就一直可以看得到叠石，所以其实路只要是早上来爬，应该都还算容易判断那个路。你不觉得这石头好像随时站起来都不觉得意外吗？今天天气真的是特好，对啊，扯哎，选了一个很棒的日子。哇，我可以看超远的山哎，你看。超远山后面呢，山后面这个超高清哎。这个居然是扯哎，对啊，哇，对啊，好难哦。我们走了多久啊？我们走了40分钟，哇，已经可以看到冰川的头了，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。我们现在好像是，因为叠石是往那个方向去，可是冰川在那里，可能那边是悬崖，所以我们其实要绕过这一个山谷，然后这样直过去到冰川。所以等一下真的是要沿着这峭壁这样走过去吗？是哦，太可怕了吧！冰川近在眼前，但我们前面却是一个悬崖深谷。那时候真的是吓到，因为它那个崩壁旁边基本上是断崖式落下，对，你要贴着墙壁走那种，能够踩的路就1只脚宽。真的是这个路吗？这个只有1只脚的宽度哎。哇，你看我螃蟹走路哎，真的是这个路吗？要去？要去哎。先确一下吧，有啦，确一下吧，确了吗？应该真的是这样走吧？还是我走错了？是啦，感觉就是这了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，慢慢走，手脚并用，一步一步走，稳再走。有没有搞错啊？下去就是这样子哎。好，认真跑，认真跑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重心压低，脚每步踩稳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可以了。重心放低。看到。看到有没有？右前方，你先走你的路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这里。哇，屁股也当一只脚在用。怎么在讲我听不懂的话？是我吗？神力教教是什么？可以解释一下吗？神力，有神力的香蕉就是神力香蕉。你要给我力量，不要抽筋。啊哇哇哇哇哇！接下来要直接这直上哎。搞不好我们走错啦。过了崩壁之后，结果我们很不幸的竟然走错路了。天哪，这上去等一下怎么下来啊？这真的是攀岩喽！
奇怪。其实它那叠石你不能完全相信对你不能完全相信，因为可能在座上还有其他路线，对，有可能还有其他路线，对，所以你一定是要确认你 GPS 是对的，然后尽量跟着 GPS 走了。啊，绕过青苔，绕过青苔，还有阴影处还会有结冰，哇！不然你可能会承担比较大的一个。其实那一段走错路，我觉得那边好容易受伤。我们好像稍微绕高了一点点，现在要穿越这个碎石坡，然后再下切回下面那一段。我觉得下面那一段应该才是1750等高线。我们不小心上绕了大概50左右，哇！现在这里真的有点危险，这全部都是碎石堆，而且石头跟石头之间几乎都不稳，然后每个都会滑，就算是大石头哦，它也会动。我们刚刚一开始真的走错路，我们现在赶快切回到原本的路线。对啊，奇怪，上面有个叠石我们就跟着走上去了，可走到上面才看到下面这2个大叠石。哦，看了。回来了，回归正途了。哦，啊，浪子回头。对了，地图回归正途了。我们刚不小心高绕到上面了。好，继续出发，没事。虚惊一场，回归正轨之后，竟然出现了小瀑布。小心哦。登山杖插好再走哦，小心那边有冰哦，不要踩到冰哦。我走上面。对。还好。可以哈。好安全。哇！冰。这整面的石头都是冰哎，好像石头流出来的鼻涕哦。而且它有光泽。对啊。喂，小心我有听到落石声啊。环顾四周，看起来没有更好走的路了啊。对啊。对啊。小心啊，踩稳，不要走太快。它那个大石头都很松动哎。然后有冰啊，小心不要走到冰。不要走冰的地方。来玩叠叠乐。不要啦。全部最美的点，我觉得就是你一绕过大崩壁。然后眺望冰川2个冰川湖，我觉得那个点是最美的。哦，越来越近了，看到湖了，湖在下面。哇！哇，那个冰洞超大哎。对啊，感觉有人住在里面哎。Bigfoot。哇，好蓝哦！而且它感觉上面是结冰哎，亮刀，哇！这个地方就是大家拍照的地方了。哇，这是美刀，哇！虽然我们还没走到冰川前面，但从这个高处眺望下去，哇！无话可说了。好像有人会在这边扎营。哦，你看那边有人围一个圈圈，有没有？那边有人围一个圈圈，感觉有人在那边住了一晚。那个是有点像你已经前面经历那么多苦难，然后你一看到它就是哇，怎么这么漂亮？就是你下去到冰川也很漂亮，但是你一看到那个景，你会觉得不可置信，说哇，这种风景，我觉得我没有来到这个地方，我肯定会很遗憾、很后悔。然后后来下切，其实我觉得下切很难，你已经看到冰川在你脚下了，但怎么样都走不到。对，因为它那个下切好，你就想说下切就是往下去嘛，但其实它那个落差可能这么高。喂，好高，它这边石头超大颗哎。这边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一颗石头。刚刚还跌倒。对啊，滑倒吓死。还好没事，走吧。哇，下切冰河也是不简单呢。对啊，这石头开始变得非常大，然后很光滑。刚真的很扯哎，遇到2个阿伯哦，胡子都白了哦，然后跟我们说，他们今天走到冰川上面，然后他们的目标本来要攻顶
结果走到前面这个石头因为太滑，然后就原路折返，很扯哎。对啊，你看胡子都白的阿伯哎，这么大了就还对啊在从事这种运动，哎，这个好强啊有点危险，你可以往前玩。哇，对啊，这是地球吗？很多遍哎，这真的是地球吗？这个不知道这个颜色超级好玩，超好玩，但是难度巨高。危险性还是很高。对，对对对对对滑倒会上面死掉。不要轻易相信任何的水，它们可能都是冰。哎呦，对啊，这个水随在里面流哎，哇，好可爱哦，这个水。啊，冰川近在眼前，可是怎么好像走不到啊？接着路有点难判但断，是路都很好走，但是这里石头落差很大。对，而如果你且时不时走这路会跑出那个冰的河。对，它就冰就卡在这个石头上面，你也过不去。然后落差太大，你也过不去。近在眼前。到了！果然还是条条大路通罗马。真的超酷的哎！哇，这洞超大哎！哦，超大的哎！其实你直接看照片或者是影片，直接拍根本看不出来，你要有人走进来，真的很夸张，很惊人哎！真的很夸张，一整片全部都是。哦，而且好蓝哦！怎么可以蓝成这样啊？好扯哦！你看它那个湖面上很可爱哎，全部都是石头。真的。很像石头在溜冰还是干嘛的？人家那个 Elsa， 看这个，整个透光的地方超级蓝，那是因为里面有空气，是不是？然后又透光，因为它是一层一层的雪啊，积在一起的。我觉得太值得了，太值得了！怎么可以有这种地方啊？太美了，就是此生没看过这样子的风景，而且是走路可以走到这里耶。要不是我们没有冰走，不然应该可以走近一点哈。那个应该是下个 level 了，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。不行，我们在旁边看就好。现在一直往上走，它的面积规模超级大的。走过来这边跟他拍张照。哇！你看这个，哎，你看这个颜色太夸张了吧！给大家看一下，超漂亮！它上面的雪玻璃看看，太酷了吧！它这个是光透进去的颜色，哇，超蓝，超漂亮！好，这个逆光照耀，好闪亮哎！还拍得到不是吗？拍得到。你的夜视手套是光南，光南手套是光南手套。哇！我捡到一块冰川啊！它是冰块，很冰，不要手冻伤，的冰块，手不要冻伤，赶快。换你回归妈妈。我们这样走了大概是2个小时20分钟，而且我们还一直在迷路，因为有时候叠石不太明显。我觉得真的是太值得了。你看这个冰洞，而且你可以这个看到纹路，这个颜色，各种纹路，各种颜色。这是地球吗？是，这是地球吗？就是，而且它里面还会一直发出嘣的声音。对，是我们见识太少了。相信我们以后可以越看越多漂亮的景点。这一个真的是我好喜欢，而且沿途来说，我觉得很有趣。这条路是一个难度很高，它在那个 Old Trail 他们的这个爬山 App 里面算是难的行程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它是写 hard，对，但是有一点登山经验，小心一点，其实是没有这么困难的。整只面的下来会气死。现在太阳下山，你看这个山啊，好漂亮哦！360度旋转，这颜色太扯了啊。我们才刚吃饱饭，竟然就遇到极光大爆射。重点是太阳都还没下山，极光就看得到了。你许愿成功了，我许愿成功了，竟然真的跑出绿色，马上出现绿光。
你是说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？它有红色的，然后加白色的光束，真的是第一次用眼睛看到而且今天早上也看到，我真的觉得我们超级幸运。一早起床就看到极光，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山屋又看到极光。我觉得你要不要让我讲？好，请说。我觉得因为早上那时候天色更黑，现在可能还没全黑。不管黑不黑、亮不亮，我们可以在今天爬山，然后看到这个极光，我就觉得很棒，很感动。对啊，很扯哎。如果可以再更清楚就好了。我不用了，我这样我就很满足了。你看到粉红色的光在山头上这样啾啾啾飘来飘去哎。